哦嗨哟，今天要去丰岛。感动。无人胜出篮球框。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6点半。会这么早起的原因是因为昨天我朋友他先去丰岛，然后他早上的时候跟我说他9点半到港口要去搭9点半那一班，搭不上，因为从高雄到丰岛它只有高速船，是比较小的船，不是渡轮，所以呢他就在等下一班，到下一班还是没搭上。可想而知，这样到了丰岛之后也不用租脚踏车，因为一定租不到，所以他只能用公车玩。所以我就狠下心，决定今天特别早起，搭去丰岛的第一班船，跟他拼了！我们现在就去看港口到底有多少人。拿到票，现在的时间是7点16分，然后排队的人已经差不多了。买完票之后，要记得赶快来港口这边排队，这真的太考验大家早起的能力了。就到我的脚踏车了。我是在一下港之后，就到港边正对面的那一间电动脚踏车租车店等。然后那间是9点开，我知道好像还有其他后面几间是比较早开，可能8点半就开了。但因为我不确定去到那里之后还有没有脚踏车，因为还蛮多人就是一下船就直接冲过去，所以我就还是先在这边等，因为这边是9点开。然后这间店我确定它是没有网上预约的，所以全部都是给现场排队的客人租，而且都是电动脚踏车，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下船来这边马上排队，然后他还没有开门的话，一定可以做到。然后租一天的钱的话是2000块日币，5点前还就可以了。租到脚踏车之后呢，我第一站想要先去甲生地区，因为那一区的话有一些作品是在户外的，就是24小时都是开放那一种。因为现在是大概9点出头嘛，有一些在嘉浦港那边的作品目前是还没有营业的，因为它大概到10点才开，所以我打算先去甲生那边。然后逛完之后再骑回去刚才的那个嘉浦港那里逛，再顺着回到我1点钟的预约丰岛美术馆，然后顺便可以去厨房吃饭。出发！顺带一提，如果不是骑脚踏车，你是想要搭公车的话，它有一个1日券，你可以在大宫岛国际艺术季的 App 里面也可以购买。1日券的话好像是1500块一天，如果不买1日券的话，也可以 BEC 卡。BEC 卡的话搭一次是400块，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斟酌。到第一个艺术作品了，虽然我盖得很烂，一个在海边的椅子。我刚刚在那边请了日本人帮我拍照，开心。然后现在要去看在附近的另一个盐田千春的作品。好的。话说，其实在作品的旁边通常都会有停车场，所以大家如果要去下一个点，像刚才看完海的作品那边之后，要回来这边看盐田千春的话，其实是可以回去骑脚踏车再过来的，这样比较省时间。它的那个艺术作品呢，其实里面就是它惯用的很多红色的线，但它这次在丰岛上面的这一个作品里面，它放了3台不同的织面机器。那这些织面机器都是在岛上使用超过60年以上的传统老旧的机器，用红色的线跟这些机器还有这一栋等式的空间连在一起，然后传达在丰岛上被使用过的传统机器，透过岛民的生活，透过丰岛的土地，一起希冀在这个丰岛的故事里面，用它惯用的红色的线去串联这样子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那个主要的展览空间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呢用影像展示了2010年到2020年总共10年的期间，在这个空间之前的作品。然后那个作品呢，也是岛上的居民一起共同完成的，甚至陪伴了在岛上当志工的伙伴们的结婚典礼，也是在那边举行，所以是对岛民来说很有记忆的一个文化点。不过因为后来就是要换新的作品了，所以这个作品必须要撤掉，所以他们那时候还帮他办了一个道别会。那因为这个作品跟岛民的连接也是蛮深的，所以他们就用影像的方式持续在这个空间里面播放给未来来到这里的民众们，用不同的形式存在在大家的心中。我觉得这个故事也蛮可爱的，分享给大家。
下一个点是回去港口前会经过的真工厂。真工厂的话是在2016年开馆的，不过2010年开始，大竹伸朗就是每一年艺术季他都有参加，所以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艺术家。在看濑户内海的作品的时候，会一直看到他。比较多人知道大竹伸朗的艺术作品的话，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指导的《I Love You》的那个钱汤了。他大部分的用色都很大胆，然后艺术装置也都很夸张。除了那个指导的《I Love You》钱汤之外呢，再指导还有另外一个医生的家的那个也是。然后我刚看了一下，除了这两个之外，在女木岛的小学校里面有一个他的作品。不过这次省去了夸张的用色，强化了拼贴的技法，在围篱上呢便可以看到许多异材质的结合，这也是大竹伸朗惯用的创作手法之一。这座纺织工厂直到接近1990年才因为产业没落废弃在此。正好大竹伸朗在雨河岛造船所发现一座闲置30年都未曾使用的船体木模，因此便决定将它运来此处，将两个被遗弃的记忆串联活化，在丰岛开启新的篇章。长17公尺的船体结构很庞大，运来时还造成了不小的轰动，能感受到居民也很开心能迎接真工厂再生的心情。这就是大竹伸朗的艺术作品。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回去加浦港那边，然后去看横尾馆。到了横尾馆，如果要停脚踏车的话，停在那边骑过来的路上，加油站的对面。横尾中则是被誉为日本的安迪沃荷的一个艺术家，然后他大部分的用色都非常的大胆，跟丰岛美术馆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的用色非常的极端，一个就是白白净净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多的红色。那为什么会有红色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在这个展览空间强调生与死的概念。红色就像是血液嘛，是代表生命流动的一个东西，所以它的馆内有非常多红色的颜色，甚至是用红色玻璃片去区隔内部跟外部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它在庭院里面是代表像女性的感觉。这栋古民家外面有一个烟囱，那个烟囱代表的是男性。大家进到这个空间里面，所有室内的部分都是不能够拍照的，但是在室外的部分可以留心一下它的一些艺术装置，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哦，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里面有一个厕所，超酷，大家一定要进去看。然后另外横尾馆里面是没有卖其他纪念商品的，如果要特别买的话，可以到外面的杂货店买。就算不是艺术季期间的话，也可以购票进去，票价好像是600块还是700块吧，在网络上买好像比较便宜一点。哇，好漂亮哦！这一区好像是叫做燕的地方，今年没有艺术作品，但前几年的话这边也有，像是老宅、古民家、面海的方向。继续骑，出发！岛厨房是一个真正的厨房，你可以在那边吃到丰岛在地的美食，然后它也是艺术作品之一。这边不能停脚踏车，只要停在刚才外面那边那区。岛厨房是需要先在网络上预约的，如果没有的话呢，10点45它开门前会开始发整理券。那我刚才拿了整理券，是12点的时候可以吃，吃完刚好可以去逛丰岛美术馆。那今天的餐点的话是这2个，然后点的是这个有鱼的。等一下再回来，我们先去看其他附近的艺术作品。在吃饭前，想要先去看一下附近的这个，停车在外面之后走18分钟会到。那边好像没有自転車的停车场，然后这个好像听说也蛮好看的。岛厨房的这一区的话，几乎都是没有停车场的，所以大家要停在文贵冈那边的驻轮场，然后再走这几个点。很多人找不到停车场，就随便停，这样是不对的哦。请不要造成这边居民的困扰。怎么都是这种上坡路，要累死了。手臂还要再走100公尺，马要步上这都是像这样子的森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种。Sasayaki 就是窃窃私语的意思，所以 Sasayaki no Mori 就是窃窃私语的森林。然后这个艺术作品啊，就是在一片森林当中设置了非常多伫立在地板上的风铃。风铃的下面呢挂着一个透明片，上面有不同的人的名字。这些名字呢都是当初这个作品在创作的时候邀请人们来到这里，留下对他们生命来说很重要的人的名字，所以这些名字都曾经代表着某一个鉴赏者心中重要的存在。我很喜欢他在官网上面的一个说明，他写说风铃摇动的声音让人感受到了灵魂的神秘性，透过这些风铃和这些籍籍无名的人们的名字篆刻在人们的记忆深处，让人感受到人类强大和脆弱的双面性。
以前的话好像是真的，你可以到那边，然后再写下一个你自己重要人的名字之后，他会用同样的字体帮你镌刻一个你的版本，然后再继续挂在那个风铃那边。但现在好像没有了，可是还是可以进去那边感受，那边非常的安静，你就只听得到自然虫鸣鸟叫，人们走过树叶发出的沙沙声，还有风铃的声音，是一个很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我自己的感受是，每一个风铃下面挂着的人的名字啊，那个风铃在摇动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就很像这个人在讲一些他心里面的声音，当然很安静，又有一种好像很多人在讲话的这种感觉。它不是那种可怕的概念，它只是一个意象传达，让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是一个比较浅显易懂，没有这么多艺术慧根的人也可以了解的艺术作品。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如果艺术太艰涩难懂的话，就会很难产生共鸣。但是这个作品的话，我觉得它的共鸣度还蛮够的，就是即便是像我这样子的艺术麻瓜，也可以在那里面好好的感受自己跟这个作品之间的连结。这是我自己个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想。我相信每个人到那个地方应该都会有不同的感想，因为这一段路真的要走好久哦，要走18分钟单趟，而且还沿路都是上坡，所以真的会蛮累的。走到那边的时候，真的可以好好顺便休息一下，然后再走回去到厨房吃饭。丰岛得力于自然环境的优势，是濑户内少数物产丰富的岛屿。不过，曾经因为产废污染问题，一度引发食安危机。当第一届艺术季的策展人北川富朗希望将岛厨房这个概念纳入作品时，起初是被政府严重反对的。但正因为如此，北川富朗才希望透过艺术季的登场，让大家重视这个议题，看见岛民努力让自己的土地恢复生机的样貌。岛厨房的食物几乎都产自丰岛，用最新鲜的时令物产结合岛民的厨艺，在这座舞台料理一个能享用的艺术作品呈现给宾客。相较于其他作品大部分是听觉和视觉的飨宴，这里更能感受到另一个面向，充满温度和故事的设计。完食就是我对这个食物最高的评价，好吃。来到这里，除了享用在地美食之外，也别忘了到户外坐休息。当时策展人北川富朗找来广岛出身的设计师安部良，坐在画面中的这2棵柿子树下，聊到希望设计一处能加深艺术季与岛民连结的建筑，便因此种下他的灵感，以柿子树为中心，设计出一处属于岛民的舞台，同时也能成为岛上居民办活动、联络感情的场所。所以即便不能享用美食，单纯来做感受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哦。吃饱后骑到丰岛美术馆大概只要5分钟就到了，超快。然后这一整片都是超漂亮的梯田，面对是濑户内海，超漂亮。啊，丰岛美术馆就在这，就这样埋在地底下。这个就是最有名的那个斜坡，从那边这样子拍过来，拍一整面海，超美的。终于要去逛丰岛美术馆了，开心！丰岛美术馆里面都是不能拍照的，但还有一处小咖啡厅，跟丰岛美术馆的设计原型蛮像的，那边就是可以拍。等一下再过去那里看。要进去美术馆之前，要先走一段外面的路，然后才会绕进去。这段路也超级漂亮的，真的觉得当初找到这个地方盖美术馆的人很厉害。从这里开始要脱鞋进去，我要开始进去体验这个只能亲自来才能感受的美术馆了。我逛完丰岛美术馆了，我觉得超级舒服。它很特别的是，它馆内没有任何其他的艺术作品，因为艺术馆本身呢就是艺术品，我觉得是超厉害的。我在看它的介绍的时候，它有写到说，因为它在整个馆藏内有开了2个天窗，所以由天窗里面透进来的光啊，还有外面的声音啊，以及外面天空的风景啊，不管是早上到晚上，每一个时段都是不一样的，甚至1年4季的风景也都是不一样的。它收藏的不是艺术品，而是整个丰岛的自然景观，我觉得超级厉害。我买了一些它的明信片，这张画面其实就蛮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个空间其实超级大，而且没有使用任何一根柱子哦，整个建筑都是清水模做成的，所以非常的厉害。它的设计概念是像是水滴第一次落到这个岛上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是一个水滴形状。然后里面有内藤里这个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在2个洞的上方有缠绕着像这样子的丝带，随风摇摆。
然后也有一些小球，这个也是内藤的艺术作品之一。在走进去的时候特别小心，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惊喜吗？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就会发现地板上很多的水潭，那个不是不小心的，是刻意人为的。它在地板甚至是有一些小洞，里面会不断的冒水出来。我觉得水的表现也蛮有趣的，就是它整个美术馆也是水滴形状去设计的嘛，但里面馆内呢也有水滴，而且这个水流向呢也是会汇集到中间的一个洼地，变成一个很大片的水滴。所以整个馆内都是扣紧水滴的意象，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一个一年四季每时每刻都不一样的一个美术馆，所以每一个人来到这里的时候都是感受到最独一无二的时刻。进去之后啊，就会发现大家都非常的安静，因为那空间回音很大，所以你只要有一点点的声音就会非常大声，而且大家都会在那边休息。我自己也有在里面躺着，然后感受一下那个美术馆带给我的感觉，就觉得好像可以在里面很好的放空，然后用耳朵去感受这个馆的声音，因为所有的听觉都会被放大。地板整个是很冰凉的状态，所以也可以感受这个建筑带给你的温度。盖完之后，他们也希望丰岛可以回到丰饶之岛这个名号，也号召了丰岛的居民回来，把丰岛美术馆旁边的梯田重新复耕。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周边的梯田也都是因为这个艺术作品而共好共荣的一个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不管是它的理念啊，或者是设计的样子，我都非常的感动。在咖啡厅里面呢，可以借到这个坐垫，你可以拿着坐垫到美术馆的各个草坪这边席地而坐用餐，或者是原本有一些椅子上面也有，你也可以拿来使用。顺便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丰岛在不久之前还被称为是垃圾之岛。为什么会这样说？是因为在1975年左右的时候，不良业者在丰岛这边倾倒产业废弃物。那是日本当时蛮有名的一个产废事件。那当时居民知道的时候呢，其实有跟香川县政府立即的算是抗议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当初那个不良业者就是利用了一些手段去取得了可以倾倒废弃物的资格，虽然他们当初申请的是会妥善的去处理这个废弃物，香川县政府也答应了，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妥善的处理它嘛。所以香川县政府也没有这么积极的去跟这个不良的业者做沟通。丰岛的居民们就非常的生气，因为这些废弃物不仅污染了他们的土地，甚至影响到整个水源、周边的海域等等的，甚至他们工厂排放出来的废烟啊，透过雨水冲刷下来，空气品质也都不好，整个岛当然就是非常的糟糕。我觉得大家现在到丰岛来，可能感受不出来，但当时可能是非常痛苦的。那丰岛的居民为了要自立自强，所以他们就开始到全国各地去抗议这件事情，然后告诉大家，如果大家今天不重视这个问题的话，今天只是发生在我们岛上，那未来的话可能就发生在你的岛上。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传达这个议题。那后来呢，是在香川县隔壁的一个县市海巡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这个倾倒废弃物的问题，所以他去取缔了那一间非法的业者，这件事情才正式开始被伸张。他们要求那个不良业者必须要把废弃物清走，然后让丰岛回归成原本的样子。所以在1990年的时候，也就是持续了大概15年左右的时间，最后一批废弃物才正式从丰岛的港口运离开这里。不管是当时抗议的居民啊，或者是已经在这边生根的人民们，都在港口目送着他离开。然后听说很多人都潸然泪下，因为这可能是他们当初一辈子就都在抗争的事情。虽然听起来只有15年，好像很短，但实际上在更之前，其实他们已经发现了，但没有办法有一些积极的作为。其实也不是只是把那个废弃物送走了之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它还是必须要有很多其他的处理，以及像现在这样子变成艺术之岛，它其实中间还是有很大一段路要走。所以当时呢，丰岛的居民们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在这个方面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过的故事，但是它现在能够称为丰饶之岛，变成了真正的丰岛之后呢，就还是非常开心跟非常的感动，就是他们能够走出过去的阴霾，然后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很开心的是这件事情最后还是能够被伸张，然后这样的议题，这样子血淋淋的例子是能够被大家记住的。这就是丰岛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和其他岛屿比起来，丰岛更带给我一种重生蜕变的感觉吗？就它并不是因为一些艺术家们的作品而被熟知，觉得它比较不是这个路线，它比较像是因为岛内居民共同团结，凝聚了居民的意识，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所以那种居民的共感跟居民的凝聚力会更让我动容。
这就是丰岛的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去下一个艺术品了，也是今天的应该是最后一个艺术品了。出发！去心脏音美术馆前会经过的无人胜出篮球框，超可爱，是丰岛的地图，然后有各式各样的篮球框，可以真的投篮哟。可以把脚踏车停在心脏音前面的驻车场，然后再走过去。到了，就是在海边的一个美术馆。心脏音档案馆真的是在一个海滩前面，也是一个非常遗世独立的地方。里面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真的就是如其名，收集世界各地心脏声音的档案馆，所以甚至连工作人员的服装也是像是研究生那样子的感觉。如果你想要的话，你也可以另外付费，把自己的心脏的档案收录在这个里面。目前收录的心脏声音已经有9万多组了，我觉得超厉害。然后一进去那个空间，很特别的是，就是它是一个几乎全暗的空间，里面只有1颗灯泡，会随着心跳声音闪烁，然后两侧就是非常多的镜子。走进去的时候就会忽明忽暗，感受那个心跳的声音。在进去那个空间之前，旁边两侧会有目前有收录的心跳声音的芳名录，然后跟现在在里面正在播的那个声音是谁的。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里面听到心跳的声音真的是千百种都有，有很急促的，又很平稳的，有很大声的，又非常小声的。我在里面听到一个最印象深刻的是Kobayashi桑，我不知道是哪一位Kobayashi，但好像就是住在丰岛的Kobayashi桑，他的心跳声超大声，震耳欲聋，非常的强壮有力的感觉，感觉他活得很健康。而心脏音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些心脏的声音是会永久的收录在这里的，就证明这些人真的存在过的一些记忆。可能那些人都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些心跳的声音还是会记录在这个档案室里。是我觉得这个美术馆吗？它算美术馆吗？我不是很确定，但它是艺术没错，它是一个艺术作品。但总之而言之，我觉得这个艺术作品最能够打动我的地方大概就是这里了。这些心跳的声音证明着他们曾经存在这个世界上，而且不会随着他们离开这个人世间而消散，会永久的保存在这个心脏音乐档案馆里面。我觉得如果我是曾经有被收录在这个心跳音档案室的人的小孩，然后等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再来这个心跳音乐档案馆听他的心跳声的话，我应该会很想哭耶。我现在就想哭。这会不会就是这个艺术作品存在的意义？好，我不再讲下去，我等一下就要哭了。OK，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艺术作品虽然离其他艺术作品都蛮远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它很像是在一个小岛上做一个很神奇的研究，所以他把它建在这个地方，这样子的感觉吧，有一种仪式感，让你进去这个空间之前做好一个做研究的准备。那今天这个作品就是我在丰岛上面的最后一个艺术作品了，等一下就准备回嘉浦港，然后搭船回高松了。非常开心、满足而且快乐的丰岛之旅。然后因为我觉得丰岛其实路蛮陡的，有些地方，所以我觉得不太适合走路徒步环岛。但如果是骑电动脚踏车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没有问题。然后如果你想要全部的都逛完的话，我觉得我今天这样的路线算蛮顺的，所以我会把我的路线整理在这边，那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照着这个行程参考去走自己的丰岛跳岛之旅。那如果大家对其他濑户内海艺术及跳岛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我其他支的影片。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一次跳岛再见，拜拜。在港旁边是一间纪念品店啊，先买到这个我觉得很不错，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买的伴手礼，是插画系列的包装，然后跟濑户内的红茶，而且它这个红茶有分柠檬、草莓还有橘子口味，都是丰岛这边的特产，可以送给不喝咖啡跟喝咖啡的朋友。最后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从高松到丰岛的船都是高速船，高速船不能够一次买网速，只能买骗道，然后所有的船都会是在发船前30分钟才会卖。但是呢，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人太多，所以会加开班次，所以大家如果回程搭不上的话，要提早排队哦。